耶！错，嗨，大家好，今天怎么这么好笑？嗨，大家，2025年2月15，然后现在是凌晨。那我是 Julia， 今天打算要来录，就是带大家走过一下美国的非移民工作签证，可能是给特殊领域人才的那个O1这一项，的一些基本介绍。但我要前面的强调一个点是 O1 其实是非移民签证，也就是说它是属于比较偏短期的工作签证，它1年或3年。一般来说，律师一定会建议你就是申请3年。那等一下会讲到，就是在材料里面会需要有一个很像工作计划的东西。它蛮有趣的是，它有一个延长的选项。延长的话，就是假设你获得了这个签证，然后你快用完了，你想要再留，可以去申请延期1年。但是他要准备的过程跟他等待的时间可能会短一点点啦，但他要准备的过程跟材料跟你重新申请第2次O1是一样的，所以基本上律师就会觉得，与其你原本的那个签证加1年，还不如你就是原本的签证然后再申请一次第2次那个一样的签证。从最常见的体育、音乐、演艺事业，然后包括我的艺术，都在这个选项这个分类里面。但是有很多很有趣的案子有听过的，比如说中医就是其中的医生嘛，但是中医可能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特殊领域，所以你的材料里面可以是比如说你中医的各种文献，你中医写的各种研究，或是你当中医很久很伟大，所以有报道什么的，这些都是你可以放进你的申请里面啊。你作为一个中医的特殊人才去申请这个签证，或者说你是一个研究特别疾病的医生，然后你想要过来这边工作，你也可以透过O1申请。就是说它是一个选项，你如果可以举证你在这个很特殊的领域，或是这个领域你很特殊，你被大家需要，那你就可能可以拿到这个签证。朋友们，你们如果有你们的朋友在美国工作，比较常听见的可能会是一个叫 H1B 的。简单讲一下差异，就是我没有认真做研究，因为我就没有办法走那条路。但简单来说 ，H1B 是抽签制的，它抽签到了以后，还要就是在审核，去确保说你的公司是正当的，然后你是真的有在赚钱，类似这样子。所以它的第一个看的东西其实就是你的运气。就变成说你努力的成分可能其实没有那么多，因为真的很单凭抽不抽得到给你过这样。那 O1 它就是完全就是案件审核 case by case， 你准备好所有的东西交出去，然后它就会在几个月后告诉你答案这样。我觉得会容易比较让申请人有点得失心啦，可是经过我这次第2次的经验之后，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都真的跟本人无关，比较像是当下你申请的时局、国际事务的状况跟就是政治的情形。那接下来我要来说说，O1 有2种申请管道，一个是由要雇佣你的公司，就是也不一定是公司，就 employer 给你工作的那个单位，他们作为你的申请雇主。那这个管道呢，你拿到这个签证之后，这个签证期间内你只能跟他们工作，所以等于是你不能够说你先跟他们工作，你来了之后又找别人就是身兼多职，或者说转职是不行的，就是因为是他们帮你申请这个签证，那你就只能跟他们工作。那另一个比较有点弹性的申请方法是，你有一个担保人或是 agent， 他们去作为有点像你的经纪人的角色，或是你的保证人，他们去有点背书说
这个人是被信任、被我信任的，就有点像是说，我们担保这个人的背景、成就，还有他的人品之类的，就是等于是他是保证人，你跟他会变成是连在一起的关系，由他们去帮你提出这个O1的申请。那这个情况下呢，这个人不太需要跟你有工作上或是商业上的往来，其实他就是一个担保人。那你获得这个签证之后，有点像是就是他会作为你在这个签证期间内工作的沟通人，那让你可以在这边的时候做各种的事情，这样子。等于是说，你只要保持跟这个人的关系，他都知道你在干嘛，你也有你的工作计划，那这样子就没有问题。大部分像我们这种要写 grant 啊，然后要做很多很多事情比较未知的状况下，肯定是选第二个方向去申请这个签证。工作计划呢，就是它不是需要多详细，但是你要有你的条列的计划。首先这个就是一个会影响你O1签证是1年或是3年的其中一份文件。不过我的律师是有说，第一次申请跟你2、3、4、5、6次申请O1状况会不太一样。技术上来说，应该你申请越多次会越容易通过，毕竟你已经在这边很多年了。不过总是会有风险的嘛。但就举例来说，就是因为O1有分1年或3年。如果你就是一直想要拿的是3年，那其实第一次申请，尤其是第一次申请，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像你的3年工作计划表，已经有谁跟你谈了这一年要做什么，这一年要做什么，就有点像是写读书计划吧。当然就是不用说巨细靡遗，可是你就是要有一个有点 pattern， 就比如说这个年度的这个 season 我可能会跟这个，下个年度我可能会在这边干嘛，让他知道说我来这边的3年是有一个 vision， 就是展望的这样，所以他才可能会选择核发3年给你。搭配工作计划的东西就是所谓的 job offer 或 interest letter。简单来说呢，就是你要有单位啊，或是机构，或是你那个领域的专家、出色人士，他们去写信说，我们都是未来想要跟这个申请人合作的人，我们有什么计划，所以我们希望未来3年他是可以留在美国的。当然越具体是越好的，很大的重点是这些人是要愿意为你背书，他们是要跟你工作项目有关的。再接下来我们来到了 recommendation letter， 就是推荐信，主要是在赞扬你的能力跟你的成就，还有你做过的事情。他就是看谁的英文比较好，比如说我的老师可能会写说，他去看了我的展览，老师可以用他的立场说，我作为一个专业的人来说，他的展览是有目共睹的，展现了艺术领域的什么什么特点，什么什么特点。推荐信就是要写这些东西，所以律师能够帮你写的话是最棒的。有一些律师服务是会写的，这个我们可能会到下一集了，就是律师的部分我们再来聊，因为律师实在是一个超大的事情。那推荐信的封数，第一次申请的时候，我被要求要至少有13个人去问可不可以写推荐信，然后理想是10封以上。我最后给出了12还11封吧。蛮有趣的是，第二次的时候只需要3、5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蛮看律师的，就是申请策略。但当然也有因为就是你所有的签证他们都是连贯性的看见，也就是说，像我第二次申请，我律师意思就是说，你不是第一次要拿这个签证，所以他们有过去的记录，你不需要再一大堆人要支持你，就是那已经变不是重点了。但是第一次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要这么多人去支持你，所谓的 backup， 就从老师、合作过的同才，或是说合作过的外面的人、单位、组织的行政人啊，就是什么执行长，或是你
展览过、表演过的场地的负责人，这些都是你可以请他们帮你写推荐信的。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有一个人一定要是从来没有跟你合作过的，而且他一定要是该产业的就是有名的人，千拜托他万拜托他去写一封信去说看过这个人的作品，他的东西展现了其什么样的杰出的部分。再来呢，第3大项重要的就是你的作品集，然后作品集的小分支是说有关你的报章杂志或是你出品过的那种书或是文章文献。作品集呢，他要的不是美，他要的是暴力画上重点的资料。所以一开始我在第一次做的时候，因为就做得很慢，然后我那时候有一个策展人，他也是以前这样走过来的，他是一个法国的策展人兼就是创作者，他就跟我说，你不要管排版，你要把重点放上去，快很准。因为其实移民局审你案子的人不一定会是对艺术多感兴趣或多了解的人，所以他们只想看重点。所以你的作品集并不是说你把你的作品放上去很漂亮，而是你要把它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的，不管是实体或是说网络，所有的东西就是你截个图或是拍照去介绍说你这个作品它相关的东西，或是它在哪里展出。那我以纯艺术的例子来讲，比如说因为我有画嘛，今天在这个艺廊展览了，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拍我这个画展览在那个展场上的照片，等于是画在里面，然后是这个艺廊的空间，那这个你就把它贴到你的文件上。然后呢，这个展览通常会有网络上的那种平面海报分享嘛，那它可能会被分享到这个艺廊的网页，你就去截那个页面，就是要有艺廊的名字海报在那个网站上，就去截图贴到你的页面上。然后呢，你就开始写这个艺廊的厉害之处，或是它有名的地方，比如说做多久了，然后人潮很多，什么什么之类的。那如果有点像表演艺术类型的，我在这个场地做了一场演出，然后也展览了，你就选一张看到你的脸，然后你在演出，然后是在那个场地的一张照片贴上去，一样海报网站上的或是线下你看到它在放在桌上也可以拍张照，然后再开始写场地在哪，场地的伟大之处在哪。平均理想的页数是100页，100页起跳，里面还加上你的报章杂志。那报章杂志就一样，你截图那个网站，如果是杂志你就拍照一样扫描贴上去，然后去写说这个杂志或是这个网站这个报道平台它的专业性在哪里，为什么他们报道你，类似这样。虽然它是算在 portfolio 里的，但是他会另外去算一个分数。我的律师有跟我讲过，他其实是算点数，你要打点，然后你超过一半吗还是什么，然后他才会认为你是通过的。不是说你一定要有很被大肆报道的报章杂志，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一点，那你其他点就要很强。比如说你出过很多本书，或者说你其实你赚超多，你是来促进美国经济的，就是你去证明你的收入的数字。大概材料就是这样。总结一下，3大项，工作相关的就是邀请，搭配工作计划，再来推荐信，然后作品集加报道，会依照你申请的次数就是改变。像我第2次申请，刚刚有说到，像我推荐信就变成只要3到5封就好，但是我的作品集就是从第1次大概5到60页。就直接跳到100，因为我这3年就做了很多东西，就是各种你知道那个得点的方式不太一样，但就还是蛮幸运通过了。我觉得今天这里就先这样，我觉得应该蛮够大家就是可以记录一下。下一集我的重点会放在时间，就是行程表，再来就是律师还有费用。像我非常不推荐我律师，我必须老实讲，有我的原因，我下一次再分享。那我第2次这次还是找他们，是因为我是回头客，
他们给我非常便宜的价格，而且因为他们都有我原本第一次申请的东西嘛，所以他们处理上方便，而且我也不需要再重新熟悉新的律师或他们事务所的工作的方式嘛。然后那时候又很急，所以我就选同一个律师。好，下次的主题大概就是这样。我前言有说，就是上一个有点像小前言的影片有讲，就是我真的觉得第一次申请的时候，我真的还没有很站得住脚，说实话，就是我自己觉得。但是有一种大家把我撑起来，去声援我说他就是该留下来的人，所以我很希望想申请OWAN的人可以先撇开钱的部分，就是说如果你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够优秀而不敢申请，我真的觉得可以试着相信自己一下。我想把我的例子分享出来，就是因为我当时也不相信自己，但是艺术圈的前辈们朋友都说你不丢出去你怎么知道，而且就是前面有讲审核你案子的人不一定是了解艺术或是对艺术感兴趣的人，所以我会真心建议多咨询不同的律师再来做决定。我们就下集见啦，今天先这样，超级长的，我天哪，我要疯掉了，拜拜。